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国总统拜登呼吁对最高法院进行改革，并直接点名特朗普，批评其滥用手中权力，破坏司法公正。外界预计，随着美国党争近乎白热化，最高法院无疑将成为两党博弈的右翼战场。与此同时，美国媒体曝光了特朗普遇刺当天的更多细节。据悉，除了特朗普，枪手实际上还搜集了大量包括拜登以及多位美国前总统的资料。当地时间29号上午，美国总统拜登乘专机前往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市出席他退选后的首场公开活动。当天早上，拜登还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呼吁改革美国最高法院。拜登在奥斯汀的约翰逊总统图书馆发表讲话，纪念民权法案通过60周年。他表示，美国最高法院的极端主义正在破坏公众对该机构的信心，因此提议对最高法院进行改革，包括将大法官任期由终身制缩短为18年，制定对大法官具有约束力并且可执行的道德准则，以及一项主张总统在任期期间的犯罪行为不享有豁免权的宪法修正案。Called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Amendment. It holds, and I mean this sincerely, it holds that there's no immunity for crimes former president committed while in office. I share our founders' belief that the president must answer to the law. The president is accountable in the exercise of the great power of the presidency.We're a nation of laws, not kings and dictators. 拜登提出的3点改革方案与美国最高法院近期的动向针锋相对。就在7月1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决认定美国总统在任期内的官方行为享有部分豁免权。这一条款被普遍认为将帮助前总统特朗普逃脱几乎所有的刑事诉讼。另外，美国最高法院目前由保守派占多数，9名大法官中有6名保守派法官，这6名法官中又有半数是在特朗普任内提名的。未来4年内，最高法院可能会有2名大法官退休。如果特朗普在今年大选中获胜，将有机会再任命2名保守派大法官。届时，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将获得前所未有的优势。拜登所在的民主党其政治空间势必被大为压缩。Trump versus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urt asserted it was making a ruling for the ages. That isn't true. The court made a ruling for one, a former president.No other president in our history has asked for this kind of immunity for criminal actions. And no president, no former president, not me, not one, has and should have been given any exception. 近年来，美国最高法院急剧向右倾斜，做出废除堕胎权等一系列极具争议的判决，以及涉及终身大法官的一系列丑闻。根据最近的民调显示，有63%的美国民众认为最高法院的决定主要出于政治考量，54%的民众不赞同最高法院履行使命的方式。事实上，在拜登上任之初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研究改革最高法院，包括增加任期限制与改变人数。这份改革方案就是多年来的努力成果。29号，哈里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拜登倡导的改革将有助于民众对最高法院恢复信任，确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美国媒体分析指出，在任期仅剩6个月的时间点，拜登集中火力对准最高法院，一方面是为了留下个人的政治遗产，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废除堕胎权惹怒了众多美国女性，而叫停拜登政府的减免学生贷款计划则涉及4000万美国人。从这个角度看，拜登此举也是为哈里斯助攻，有助于扩大民主党票仓。Joe Biden's dropped out of the presidential race.But is not dropping his campaign against Donald Trump. In his first public engagement since calling his campaign quits, Biden proposed sweeping changes to the top court. 拜登的这一主张立即遭到共和党的反对。特朗普批评拜登的改革计划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发表讲话称，民主党人正蓄意破坏美国宪法。President Biden and his leftist allies don't like the current composition of the court.So they want to shred the Constitution to change it. 拜登的改革方案一经公布，引发全美上下强烈反应，也让他成为几代人以来首位这么做的美国总统。不过，几乎所有的美国媒体都指出，这一计划不可能实现。
根据公开资料，美国最高法院制度自建国以来未经大变，最大的变化在于大法官人数。目前的9人人数，则是在1969年确定。本次拜登提出改革的终身任命制，更是从未改变过。此外，拜登的方案必须要修改美国宪法，而宪法修正案要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获得绝对多数，也就是大于2/3。目前共和党控制着众议院，民主党在参议院也仅占据微弱多数，因此要获得2/3几乎不可能。随后，法案还要由不少于37个州的立法机构通过。据悉，美国国会上一次通过宪法修正案是1992年的第27修正案，关于国会有权改变两院议员的薪资，距今已有32年。Court's recent ruling, but there is very little chance of this becoming a reality facing this divided Congress, and with just 99 days. 有分析指出，目前美国的司法政治化，或者说政治法律化，都反映出其政治和法律运作的环节出现了较大问题。在美国党争近乎白热化的今天，最高法院无疑将成为两党博弈的又一战场。这样一种做法呢，在美国的选举当中呢，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拜登的这种呼吁呢，更多的是要最大限度的动员起这些自由派的选民来，民主党的选民来，包括女性选民，那去反对这样一个保守派主导美国最高法院格局的这样一个情况。在这个时候呢，我想他可以更加没有包袱的甚至不用去太多考虑政治影响的去表达一些个人的观点和立场。美国总统拜登公布最高法院改革提案，呼吁国会为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设定任期限制和操守准则。您认为拜登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呢？其实，在此前的评论中，我曾经反复说过，这一次的总统大选不仅涉及到了左右两派意识形态之争，涉及到了社会治理与生活方式上的保守派与进步派之争，而且还涉及到了宗教信仰之争。这些争执不仅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层面打的是难解难分，而且还在民主与共和两党的党争、行政权与立法权之争等等几乎所有层面杀了个天昏地暗，并且大致形成了一个难分高低的僵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左右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之争，从行政和立法层面蔓延到司法层面，几乎就成为了一个必然的结局。因为在美国的宪政体制设计当中，当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之争无法分出胜负的时候，司法权，尤其是美国的最高法院，自然就成为了最终的裁判官，而最高法院的权力实际上又掌握在9名大法官身上。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对于民主党还是对于共和党来说，谁控制了这9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权，谁就控制了最高法院，谁就能够在这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之争中获得最终的司法上的胜利。而在过去这些年当中，由于民主与共和两党的势力相对均衡，因此美国最高法院的左右两派势力大致维持了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谁都没有办法占据绝对的优势。然而在特朗普执政的4年时间内，由于几名大法官相继离世，使得他可以一口气任命了多达3名的保守派大法官，并让最高法院的右派与左派的势力处于了6-3的绝对失衡状态。而且更为让美国社会感到目瞪口呆的是，这些大法官也真的是懂得知恩图报，他们在判案的时候往往是以意识形态作为裁量标准的。于是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堕胎权还是联邦监督管理权案的判决上面，最终裁决结果都是6-3，也就是共和党大胜，民主党大败。除此之外，更为让民主党及其支持者感到愤怒的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在特朗普所涉及的煽动叛乱案、窃取机密文件案等等一系列的重罪案件上面，也是以6-3的裁决结果判定特朗普在执政期间具有总统豁免权，让特朗普具备了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并为特朗普最终逍遥法外提供了可能性。那拜登的最高法院改革方案最终为什么又会将矛头对准大法官享有的终身制问题呢？我认为，从美国最高法院近年来一系列的判案结果来看，美国的9名大法官在判案的时候，往往是以意识形态取向来办案的，而且它还意味着原本应该超然独立的司法权，
已经成为了美国国内党派权力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工具，甚至是成为了个别党派与个别掌权者的打手与保护伞。当然，更加让美国社会，尤其是民主党及其支持者怒不可遏的是，对于这样一种现象，他们居然无可奈何。因为第一，美国最高法院的这种黑，还不是桌子底下私下勾兑的黑，而是功能的黑。也就是说，他们的黑是符合所谓程序正义的，是符合美国宪法规定的，是美国宪法赋予他们这样做的权利。第二，我们知道，美国的总统以及所有的政务官员都是有任期制的，甚至拜登还因为年龄太大、身体太老，而最终放弃了再度参选连任。同时，美国的国会议员们虽然没有任期限制，但是他们每4年就要接受一次选民的选票考验。然而，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却是可以终身制，可以一直干到死的。这种现象在所有的国家当中几乎是唯一的例外。第三，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一旦就职，就具备了超越行政、立法，甚至是媒体监督权之外的特权，基本上不用接受任何的监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200多年前美国的建国先贤们制定的内部宪法，并不像是有些人吹嘘的那样是完美无缺的。至少美国的大法官制度就是其中的一个重大缺陷。我认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才决定要对最高法院下手，尤其是对这9名大法官的终身制问题下手。既然改革最高法院、废除大法官的终身制是做不到的事情，那拜登在美国大选白热化的这个节点上，为什么还要郑重其事地摆出来这个姿态呢？我认为拜登之所以明知不可为，而仍然要强行去做，这背后的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顺应主流民意，尤其是选民的呼声。因为改革最高法院，尤其是取消大法官的终身制，在美国国内有着强大的民意基础。根据 Fox News 的一份最新民调，78%的美国民众希望对最高法院来进行改革。第二，为民主党争取政治与道义上的制高点，将阻碍最高法院改革的政治和道义责任归咎到共和党与特朗普身上，从而让民众在接下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尤其是国会议员改选投票的时候，用选票来惩罚阻碍改革的共和党与特朗普。第三，最高法院的改革即使做不成，那拜登也是第一个把矛头对准不合时宜的大法官终身制的倡议者和改革者，或者说是拜登打响了废除大法官终身制的发令枪。这将有助于奠定拜登个人的历史地位。